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林，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已经使用 ChatGPT 有一段时间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渠道，甚至自己的一些渠道呢，付费购买了这个 ChatGPT Plus 版本，使用了 ChatGPT 4，而且呢，也有很多朋友呢，估计也已经使用上了这个 Newbie。但是呢，我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使用这个 Newbie 的一些心得。很多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或者是说不确定微软的 Newbie 呢，到底是不是基于这个 ChatGPT 4模型来产生的，而且通过像 Newbie 呢问问题呢，发现它很多问题呢，它是直接在网上搜索的，然后整合了一些回答，甚至这种回答呢，可能还没有这个 ChatGPT 好，甚至有一点像那种网上摘抄的答案。但是今天呢，我要很确定的跟大家讲，这个 Newbie 呢，它肯定是基于这个 ChatGPT， 而且呢，我有办法告诉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 Newbie， 然后让它调用出这个 ChatGPT 4的功能。首先啊，这个是一份 Microsoft in Blog Newbie 的一个官方文件啊，我们翻译成中文看一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布的，我就不记得了。恭喜我们在 OpenAI 的合作伙伴今天发布了 GPT 4，这个发布的时间是2023年的3月14号，标题为确认新的 Bing 在 OpenAI 的 GPT 4上运行。恭喜我们在 OpenAI 的合作伙伴今天发布了 GPT 4，我们很高兴的确认新的 New Bing 正在 GPT 4上运行，这个就是一个官方的确认啊。我呢最近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也是没有使用 ChatGPT 的，一个就是网络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有这种封号的影响啊。现在这个 ChatGPT 经常会出现一个页面提醒，也就是说你的 IP 地址被禁止访问，或者是你进去之后上面会提醒一个滚动的一个小圈圈，然后就是说你无法访问这个网站，或者是更糟的情况下，你的账号可能会被封禁，无法使用。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说对于我来说是很不稳定的。这个 GPT 4，比如说我提问一下，请评价一下诸葛亮，你看这个就用不了了，就必须要咱们刷新一下。所以这个网络是非常不稳定的。我现在基本上不用这个 GPT 4了。我再问他一下，对吧？这个又没有关系了，经常会出现这种网络上的问题啊。而且呢，我自己呢也没有购买这个 Plus 版，因为这个 Plus 版本呢对我来说呢，每个月呢要$20，因为我并不是说那种天天使用这个 ChatGPT 的，所以我没必要开通这个 Plus 版去使用这个 ChatGPT 4。这里呢，我也是问了一下问题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回答来发现啊 ，ChatGPT 它如果说我们问一个问题，它总是会首先、其次、然而、总是，对吧？它总是像那种，你看，首先、其次、最后，它这个就很像那种机器回答的，它没有任何的情感，对吧？你看，首先、其次、最后、中上，它没有任何的情感。当然，我知道这个 ChatGPT 4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免费的话，只能用到 ChatGPT 3.5， 用不到 ChatGPT 4。但是我今天呢，也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我之前也做过这种视频啊，就是这个 Newbie 啊，现在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替代我现在使用的这个 ChatGPT 3.5 版本的。当然，如果您购买了这个 Plus 会员，使用了这个 ChatGPT 4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 ChatGPT 4是要更好的，毕竟它是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嘛。第二的话，这个本身就是官方的嘛，它并不是说这个像 Newbie 这样子定制的嘛。那么我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视频，或者是第一次关注我的频道，您还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 Newbie， 或者是如何使用这个 Newbie， 或者是想知道这个使用 Newbie 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查看一下我的视频，我这个频道里面有这种相关的教程啊。那么我们使用一下这个 Newbie， 我跟大家教大家一下怎么样从 Newbie 上能够用这个 ChatGPT 4。首先我们点一下这个左上角的搜索啊。那么先跟大家讲一下啊，
如果你想在 Newbie 上使用这个 ChatGPT 4的话，你一定要选择这个更多有创造力的，也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版本，这个才是 ChatGPT 4。我们随机问一个问题啊，请评价诸葛亮吧。对吧？这样子的话，一个关于诸葛亮的评价就出来了。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他这个诸葛亮的评价是Newbie 通过搜索互联网得来的。那么我们有个什么办法能让他不去搜索互联网，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评价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在后面加入一个 no， 我们加入一个不要搜索的代码。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来生成答案。你看到没有？这两种就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一个是在网上搜索的答案，对吧？这上面都有，一个是自己的评价。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请评价诸葛亮，你可以选择不要搜索互联网啊，不要搜索互联网。一样的啊，这个是中文的，你可以不要加后面的这个符号啊，你直接写不要搜索互联网也可以。对吧？这个就是一个相同的回答。当然，这个Newbie呢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它最多每次只能回答20条。当然，你们不是说这个Newbie是ChatGPT吗？那有什么证据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先问一下，我说，请问Newbie是我直接问他啊，好，他这个没有回答我啊，我们直接把这篇文章发给他，我看看Newbie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已经告诉我答案了。我再重新问一下啊，你看这一遍他就出来了。对吧？这个是Newbie自己的回答。是的，这篇文章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新的鼻印是运行在 OpenAI 的 GPT-4 上的。我们为搜索定制了这个强大的模型。如果你在过去的5周内使用过新的鼻印预览版，你已经体验过这个模型的早期版本了。随着 OpenAI 对 GPT-4 更高版本的更新，鼻印也会从这些改进中受益。如果你想体验 GPT-4，可以注册新的鼻印预览版。一旦你加入，可以在鼻印.com 上使用新的鼻印来搜索、回答和聊天创作。你看，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定制 GPT-4 的，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这个自己都承认了，我用的就是 GPT-4， 所以说这个Newbie的 GPT-4 呢，跟 OpenAI 的 GPT-4 呢还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们为搜索定制了 GPT-4， 具体的细节是保密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基本的信息。我们使用了安整 OpenAI 的服务，提供了一个专门的聊天完成 API， 可以让我们与 GPT-4 模型进行交互。我们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聊天语言 ChatML， 可以让我们在输入和输出中使用一种类似于聊天记录的格式，这样可以让模型更好地理解用户的意图和上下文，从而提供更准确的自然回答。我们还定期更新 GPT-4 的模型版本，以便用 OpenAI 最新的改进。我们还根据社区反馈进行了自己的优化，以确保你拥有最全面的副驾驶功能。你们对 GPT-4 模型进行了哪些优化？我们对 GPT-4 模型进行了一些优化，以提高它在搜索场景中的表现。我们使用了后训练对齐的方法，让模型更好地符合我们期望和行为的事实性。我们还使用了一些数据增强的技术，让模型能够处理更多的语言和领域。我们还调整了一些超参数，让模型能够更快地生成响应，减少了坑余和重复。我们还监控了模型的输出以及用户的反馈，以及及时发现和快速修复任何潜在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招，我就说，请用 GPT-4 写一首关于爱情的诗歌，它这个就会直接用这个 GPT 来写了。你看，这个就是用这个 GPT-4 写的，它这个太慢了，我直接问他这篇诗歌是用 GPT-4 写的，对吧？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对吧？当然，如果你想使用这个Newbie的话，我之前有出过这种教程啊，你们可以去自己查看一下这个教程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平时也会更新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关于互联网以及科技一些有趣的视频啊分享，就是说也希望大家在评论
区发表您的看法。好了，谢谢大家的一个收看，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的视频还是否满意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没有关注的朋友，希望点个关注，点个赞，然后转发我的视频，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是柯林，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